非有消息，美国空军正在拍卖一批退役的 KC-10 加油机，起价50万美元。这些飞机目前处于不适航的状态，但是存在修复的可能。KC-10 是在原 DC-10 客机基础上改制而成的大型加油机，美军于2024年9月全部退役。DC-10 是美国原道格拉斯公司研制的3发大型客机，最多可载客380人。1981年，道格拉斯公司的 KC-10 加油机首次交付给了美军，当时它已与麦克唐纳合并成为了麦道公司。到1988年结束时，共交付了60架。KC-10 是美国和人类历史上体积最大的加油机，最多可载油161吨，比 KC-135、KC-46 和伊尔78都要强悍很多。它同时也是超级运输机，货舱可以拉载大量货物。但是和平时期没有需求，使用成本太高，反而不如老旧的 KC-135。后来由波音767改制的 KC-46 更经济实惠， KC-10 就逐渐退役了。美国的退役军机大多封存在南部沙漠的飞机坟场，也就是图森著名的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。这里封存了4000多架美军退役飞机，很多国家的空军都会来这里淘货，例如阿根廷、菲律宾和巴基斯坦等。美国将军队视为生意，封存在图森的军机保存状况大多相当好。与许多国家不同，美军退役军机也是可以向社会销售的，但是战斗飞机不行，只有后勤飞机可以。美军卖掉的退役后勤飞机主要供收藏或者展览，买家如果继续飞行，需要办理民用手续。在美国，如果见到军机喷涂了民用注册号，那通常就是私人收藏。美国特别老旧的作战飞机也可以向社会出售，但必须解除武装，例如 B-29。本次拍卖的 KC-10 加油机上没有武器，加油管也已经拆除，只剩下了货运的功能。拍卖退役设备回血也是减轻财政负担的好事，比抛荒强太多。DC-10 的机体巨大，除了收藏或者展览之外，也还有很多的用途。DC-10 总共生产了440多架，现在还有个别货机在使用。奥比斯有一架 DC-10 空中眼科医院，还有公司用 DC-10 做消防。美军的 KC-10 机龄在40年左右，改为消防飞机，应该还可以再用10年。此外，美国还有一家加油外包商，叫做 Omega Aerial Refueling Services。他家有3架 KC-10 加油机，据称会在一些特殊任务中承担美国及盟友的空中加油任务。如果能够被用于商业用途，退役 KC-10 的价格可能达到约1000万美元，但如果只是收藏或者展览，价格应该不会超过100万。这些加油机现在已经开始拍卖，拍卖工作将于美国时间5月6日结束，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看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